你再让我弄1天就好了。我回来了，好久不见了。你不是一直都在？怎么好久不见？我是说会做模型的那个小江老师，好久不见。
那你怎么突然又想要做模型？蛮特别的哦。2周前，今天是几月几号7月17。对，现在距离比赛交件刚好剩1个月。2周前呢，不知道为什么 Kobe 突然决定要参赛，然后我想说 Kobe 要参赛，但我应该可以来闹他一下，结果不小心一闹，哎呀，就认真了。上一次比赛呢，已经是9年前，2016。GBWC 现在是2025，但是我在这边跟各位说啊，没有一个创作者是不喜欢创作的。就我无时无刻，其实我也是想要好好的做这些模型，但是最终呢，我们还是得先赚口饭吃，才有时间做模型。赚口饭吃的这个过程多么复杂，我们就不累赘了。你们很难想象哦，我们本身是一个爱做模型的人，所以创立了模型频道、模型品牌、模型工具。但是自己天天看着阿志做，那是什么心情？我们自己多么想要全力以赴的去制作，对一件事情专注的去投入，然后去思考、去设计自己的作品，然后那种全力以赴、自动自发、完全不会累的那种心境跟心情我想透过前面改的这些东西，突破了一些困难，你们应该可以感受到。所以我们对于这种模型创作还是充满热情。那你这样子片，你前面做了什么？超酷的！我今年40几岁，突然喜欢吉翁了。为什么？为什么？突然喜欢了吉翁的造型，突然觉得单眼好可爱。那我有一天突然看到吉尔骨骼没有管子外露在脸上，是因为萨克曾经被钢弹拔管。吉尔骨骼是集 MS 开发大成最终形成的一台机体。那这次呢，我就想要把萨克它进化的其中一个视作机，有吉尔骨骼视作型的这个过程的机体做出来看看。因为萨克很小只MG 这么小，你知道 MG 的吉尔骨骼多大吗？这么大那所以你不能直接杀肉你杀肉移植改造改小这件事就变得很有趣。所以呢，你们可以看到我的头，我故意不用吉尔骨骼原本的头，我是用萨克的头，然后呢把管子切掉，然后内缩，所以加2个这个覆盖。那加了2个覆盖，它前面就会有一个圆弧的东西。然后那个猪鼻子还没做，更好玩的是它后面这个庞克头，吉尔骨骼的这个鸡冠庞克头实在是太帅、太可爱、太有造型了，让我在做这个头的时候就哇，好兴奋好爽最后这个萨克头，因为它是平视的嘛，那我就觉得这样不够凶要稍微压下去那这个脸的那种凶的感觉就出来。但是毕竟它是比较圆的，所以它凶起来很可爱。那再来就是肩膀的部分，因为你肩膀直接移植过来，移植在这个小小的萨克上的时候，那个肩膀超大的，仿佛装了 PG 一样，所以我们必须先把肩膀切断，然后割掉一小部分，甚至 S 轴、Y 轴都要缩掉一些，然后缩小才进来。那缩小进来的时候，这个肩膀关节就不够长，我就要去做延长。好，延长完了，好腰，原本觉得已经改小，还是不够小。我这时候想说，冷静，calm down。为什么？因为是不是身体不够大，所以肩膀太小。这个萨克好，这个特装型艾瑞克特装型，它有附2个，我们就先用里面的这个，再贴上它外面的那一个同一个身体切下来移植零件，它就变大。可是这样变宽了。这样没变，我想说要加一点点它的巨乳特征，于是我就跟阿志 A 了一台精神感应萨克，就杀前面那个熊。对，我就杀那个熊，那我不付阿志钱。这台机体还有一个地方就是腿了，萨克跟吉尔骨骼最主要差别，除了机体的大小一些机构的浓缩、简化、精进，还有它就是动力不足嘛，我就把它的腿的喷嘴挂更多。所以我在幻想我是这个开发 MS 的设计师去改它，这件事情就变得非常的有趣。有人说你做比赛就会不快了，不会啊，
你要看你在干嘛。你如果真的只想比赛，你或许不快乐。如果我们全心全意的投入创作，然后又可以去比赛，那就不一样。那我还把小腿它截骨骼的特征也是沙漏下来，那差太多了啦。那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它现在已经有点截骨骼的影子。那时间还有1个月，只剩1个月。靠！我到底是每次做模型就像疯了一样。那个旁边那什么地台？这什么地台？粗俗！每一个人都希望萨克，你看到我的萨克在很高的位置。你说需要一个炮艇，这个叫做炮艇。我们要出去打炮，一定要有交通工具，打这个炮有没有？那杀了这4颗钢球以后呢，我觉得最屌的是这个啦，有没有？这个是牙签罐。我要装什么上去，都是经过设计思考，甚至呢，我们都有先做一个这个草图出来。那这个创作好玩的过程它就是在你边做的时候，你会遇到一些难题。那透过我们之前说的，你学过很多的技法，无论是打磨啊、切割啦，然后超音波刀切啦、磨头磨啦，各种技法，你就可以去实现你想做的东西。那最后一个就是这个，我觉得这把超帅啊！148，对，148的萨克火箭筒，它原本的这个把手你看这么大，1:48，然后我们现在把它改成1:100，变这么小。那透过你的技法，移植的技法，记住沙漏是改造的一种，这个大小才要开炮艇嘛。那这2个礼拜的进度呢，就如同大家所看到的这些，还剩4个礼拜，你会做完吗？你竟然烂尾率那么高呢？今天就要证明小江老师是会做模型的。Go！有点做不下去了啊！都快完成了，现在已经8月1号了，我觉得那个娜拉的手盘这样子有点像僵尸，然后我就想要把它打开一点，然后脚就断了，而且我觉得更惨的是下牙，我改手掌的时候连里面的铜棒都断了，然后现在手已经断了，那这2个就整个作品的主角，没有这2个比这个赛就。其实也还好啦，你这老了没用啊。现在电视机前面还有一堆小朋友在看你，他说小江老师难道是一个半途而废的人吗？这个真的是很，这个，但是我们似乎真的得示范一下，就是什么叫坚持，让这些小朋友觉得我们的每一天，明天都还是有希望。那如果没有明天，我们至少今天要做到最好。
而且我要垫口鼻。かまど少年。怎么样？这台萨克是不是看起来很会打？真的。如果你是钢弹迷的话，你就知道这只萨克有多么的不一样。它已经从外形变结了骨骼，并且追加了非常多的这个喷嘴，就是因为它的动力要很多，而且我帮它配备了光束刀，就是要带这个线。但是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设定，就是我把它的这个核能引擎外挂在胸口，那结合骨骼它是装在里面，所以它有很多的散热装置，所以我把它的这个散热装置有没有直接接在这里就排气，边有动，然后就跟火车一样。可是敌人直接打到它就爆了吗？你说打到我的核能引擎？对。我跟你们说，为什么我敢把核能引擎装在胸口？因为开的人是谁？夏雅。夏雅怎么会被打到呢？他怎么可能被这种无名小卒给打到呢？对不对？所以，身为总帅的这个执着，拜托你们只要负责帮我把机体调教到最好，剩下的人身安全，我会靠自己的操作技术解决呀。8月3号，还有14天。
应该要上色了啦！我今天还在改这个屁股的喷嘴，我真的是天哪！哦。你做完了？今天几号？今天7号。 7号，17天还有10天呢。记住，乔老师是剩7天才开始做，我们还领先人家3天呢。紧张个屁哦！今天很呛是吧？快脑同学快中风了。夏雅因为它的颜色很丰富，所以你只要有把颜色放到对的位置，看起来就会煞有其事。但是这个拉拉，我们用了深褐、浅褐以及更浅的褐，然后用3个颜色去调出它这个肤色。还有它这个是什么？好难涂的黄色哦。然后头发是蓝黑色，我们一样做一点点高光阴。这可以说我们的第一主角夏雅跟娜拉目前终于到了一个完成的状态。我们再讲一个好消息，底座的部分哦，我们做了一点设计变更。你看，陨石坑，陨石坑，这是1代，是不是有点 low？ 2代加一个名牌，稳扎稳打哦。你去全世界的美术馆，大概就是长这个样子。但是等下你是比赛，我们就要让我们的作品更能传递讯息给观众，传递我们想要做的这个画面思维，甚至是什么时间、空间、背景。所以我们又做了一个草稿，这个现在都不算上色完成哦。就是我打算用这个深黑色、蓝黑色的底座，前面喷涂一点宇宙，撒一点星星。而这个陨石呢，刚好有一个缺口，有没有？这里有一个缺口，这个缺口你看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资讯。这是什么资讯？阿巴瓦孔。
所以它发生在什么地点？宇宙的哪里？阿巴瓦空。所以我们就交代得很清楚。要这样。可以还可以动。哦，这样就漂浮了。哦，你看，这就是艺术，有没有？现在最后9天，钢球还有4颗没磨，底下有个大背包，整个底座还没上色。各位，你们觉得做得完吗？最后9天，废话不多说了 ，Go！剩6天了呢。你干嘛？你以为巧克力啊，边走路边吹，瞬间叫。我跟你讲，如果我做不完，我就教这只宿主的好了。我现在有2个身份哦，你看，我在家里哈，把要打磨的带回去磨。你绝对想不到，最后6天，我竟然在做一个大家看不到的地方。这个只是一个电线的尾盖而已。你看，我在改这个。有点蹊跷，做了6天不喷漆，干嘛？绰绰有余啊！而且我觉得我好高兴，还有一个人帮我加油。Game， 好期待！对。哦，熊仔耶！你看，上次跟他做模型是3年前，然后我跟他说今年我会比啊，如果6天后我没有交，那不就对不对？我现在马上去展现什么叫做新人类的实力给你们看。看不出来我是谁吗？你怎么上色后还是用砂纸打磨？开玩笑，这个就是比赛的作战策略，就是你一定要先上色，然后你上完色以后呢，有一些瑕疵，你就可以善用你的砂纸跟你的纱布，然后来做一个瑕疵的修复。然后呢，我们再慢慢的补上一些黑色的糊土。你看看 ，perfect， 而且呢，它会有一些这种很漂亮的阴影在里面，很漂亮的小瑕疵。我们到时候补色的时候，就不要把它全部补掉，它甚至会产生一些你看很自然的旧化。哇，没了。看，远远看，是不是就不会很规则？所以挑一些有起伏的歌。哎啊，你看看，有没有？这种东西就绝对不可以很平静的时候做，越亢奋的时候越自然。阿志，你都唱什么歌？哼一首来听听。我都唱高音的。好来，我唱那个林志炫，好来。没离开过。这要录哦。对啊，快点！我现在需要一点灵感，大声一点。那个音乐大声一点。我可以。KTV 版。可以，这个好。可能还给我换歌。没有啊，我换成 KTV 版的，它只有配乐没有声音的。可是我喜欢他的歌声的。干，那你还叫我唱？曾爱过，也失去过，尝过爱的。看，害我都涂坏了。我眺望的山峰，我回首，才发现你在等我，没离开过。可以，寻找大海。好，够，可以了。哦，你看，阿志，你看，这就是你刚才唱的，有没有？你看，你刚才唱，哦，你看是不是？多棒！所以要破音才会这样。不是，就是要有灵魂。要有灵魂。如果没有音乐，这个旧话就没有灵魂。
真的要报告进度了，天哪！哦，刚刚创完，给你看，我用一个浮夸一点的架法，看，我这辈子做作品哦，基本上是没有用过这么多的颜料，这么多的翠板，人体的2个红色终于搞定了。我现在只剩一点点，你看哦，骨架灰色，点缀的蓝灰色，然后背包的深灰色，20-30个喷嘴，点缀的橘色、浅灰色、深灰色、钢球色、底座色。球色，哎，是不是全部都还没上映？还剩几天4天了，够了啦，够了，够了。旁边还有一个，哎，对哦，这个要挑战乔老师传说的啦，我7天就可以做完，而且他是7天才决定开始哦。我现在还在修模。对，而且我觉得，我说真的，我觉得阿龙入围加拿奖杯的几率很高，甚至比我还高。真的假的？真的。我跟你讲，上掉一件比赛，我跟你讲，比赛就是要这种热血，掉的那一块就是战损啊。虽然很赶但是高光影该慢慢做的还是要慢慢做。它是这个颜色又不行了，真的是气死我了！不好看啊！太漂亮了啦！靠背，这样得奖怎么办？就得奖了。这样你拿用过的漆给我，都拿这么好看，啊，就用过了啊。哦，帅！调漆大师。好，给你看后面，是不是真色了，超帅的？即便这个作品的背面有没有，我们都是很有质感的哦，高光阴影 wash 哦，干扫，然后这里做银色，然后黄色的这个字洗跟蓝色的字洗，然后再接深色的金属色，到时候要接2个很帅的喷嘴，是不是用心满满？哦，你看哦，我们因为当时测试把核能的引擎、核能的发动机挂在外面，那进去以后散热不够，有没有在这里散热？然后背包燃料不够，有外挂，然后散热要强一点，这里拆掉。吉雍的第一把光束武器，外挂装置，然后视觉引导到手，然后这个视线也到手，有没有？可以吧？然后眼睛发光，而且我觉得这个鸡色很好看，就是它很低调，但是它很有存在感。然后呢，背面只是上半身而已。再来，你有没有看过那个？你干嘛？好，再加一个，再3个。我有4颗哦。我们的推进器有没有？哦，这推进器没有一个地方是马虎的，我跟你讲。最后一个巨炮，你看这个已经外挂成1:100的提把，1:100的枪柄，啊，1:100的握把。重点是这个炮在这个机体旁边，它就很有亮感。哇，是不是？有。是不是这个亮感才有说要去打炮的感觉？不然的话，那打枪啊！好，今天就先这样，不行了，就先这样。最后了。说到底是几天做完的我说7天呢。你给我一点你的功力啦。那你裤子脱下。不是，你像古时候那种内功。对。明天就要交件嘞，你还在这里改，在改什么啊？
问题吗？你到底还在这里忙什么啊？快气笑了你有没有3000块？啊？有。大约400不见了。这上面都是黑胶啊，都是修修补补的痕迹。然后我真的打磨到，哇，各种放松，各种按摩，各种运动都做了，真的受不了。开第2台新的，上一台开完不见了。这个真的，这真的蛮好用。这个逼我比赛完来出就对了。真的假的？先比完再说。我发现我们用这个双面胶连这种砂纸厚的，效果卓越啊！剩一些小地方哈，就换我们的这个 M3加这个冲口砂纸。你赶快修好，你再让我弄1天就好了。没问题，绝对够你用。我这个旧货再做1天就做完了。可以再站1个礼拜。哦，呼吸10个。对，吸到肚子。3。Mission failed. 怎么多一个人？啊，我们在赶工哎。今天几号？今天几号？我跟你讲17，最后一天了。你那个东西哈，来，这个送你，送我，你不能拿回去哦，你不能拿回去哦。你自己看那个东西放在你那边，随便加一个位置，加在这里。你看，哎，你不要那么近，会刮漆，会刮漆。有没有？这随便这样，随便摆在你的场景，超搭，这2个颜色超搭的。你知道这是哪一支的吗？不知道。精神感应萨克，我妈一看就知道了，是不是？对，没错。你看，这个代表什么？我们都有做过。你只睡2个小时哦，2个多小时。对啊。你一定要这样弄死我跟弄死你吗？啊，干！没有，是其他东西，不是你的。我跟你讲，我已经看完了，我看完 Kobe 的作品了。虽然我现在还没有细看，但是我觉得一定有前3，因为他的机体的刻线太完美。我也看完小样的作品了，我跟你讲，他绝对入围也会有前3。哎，我真的觉得小样这次做的还不错，真的做的不错。哎呦，真的做的不错。哎呦，他已经跳脱了他以前的那个框框了，跳脱舒适圈了。我喜欢这种态度。哦，啊，你有跳出舒适圈吗？我也跳出我自己的舒适圈，但是没有他跳那么夸张。就是我更残忍一点，我更冲一点。我只希望我们下次比的时候可以早点讲，好不好？那是你耶，那是你耶，是你要参加，我陪你参加哎，你有没有讲错啊？哎，拜托下次早点讲，我好累哦，我也很累耶，40几天呢，你以为是2天哦？哎，你知道我们做40几吗？42天，刚好是 Kobe 的背号反过来。哦。
做完了。为什么你一怪一怪的？哎，小心哦！做完了，做完了！等下你还没交件，我还没交件啊！快拍照拍照！感谢您参加 GPWC 第13届赛事，请静号评选公布。下几点？9点55分。谢谢各位支持我们频道的观众，我觉得这一次我对得起 Kobe。我也对得起小江。然后你看，这是我们 MAD 有阿龙的7天，我的42天，Kobe 的42天，本体没做出来，然后耀仪的拿就作品参加啦。啊，还有更没诚意的，你看，只做啦，我画小人，只做。好啦，真的很谢谢大家把这个节目看到现在哈，已经很长了，但是绝对让你们值回票价。我们来看成品吧。美しいものが嫌いな人がいるのかしら。私を救ってくれた人のために。OMG，怎么样？还可以吗？可以啊，各位可以吗？冠军的啦。这样你看哦，我们回头想想，这42天就跟做梦一样，就从最基础的构思一些材料零件，然后机体决定，然后做小人，然后做了小人，再把这些东西该放上去的放上去。听起来这么简单的事，其实中间是失败很多次，尤其这个小人在制作的过程至少断了5次，
断第一次很糟，断第二次有点经验，断第3次之后呢，就逆来顺受。断第5次，比赛前几个小时他的脚就断了，那时候已经感觉还好嘛，对不对？所以人生就是这样，你解决一次又一次的困难之后，后面的困难对你来说就不是困难的啦。这42天，Kobe一直问我说，为什么你不刻线刻多一点，水贴多一点之类的。那我这一次呢，就是我们只把机体放了10天，把人放了10天，然后呢把10天放在这个配件上面，这个飞船炮艇，然后呢再把10天呢放在一些涂装跟旧化以及这个布局。所以最后简短讲一下，就是我们这个作品是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意境就是你搭一艘飞船过来，这个是你，然后你看到这个宇宙，这个宇宙有一个石块从你的面前这样咻过去，然后当这个宇宙过去之后呢，你会看到什么？阿巴瓦空那个造型很独特的军事基地，然后在阿巴瓦空，你突然看到一艘飞船飞过来，上面有钢球，有4颗钢球这样。最重要的是还有杀 GP01的套件，然后远远的一把炮，然后一台熟悉又陌生的机体，夏亚最爱的红色，可是它不是萨克，也不是杰尔骨骼，它是4座型杰尔骨骼，然后全身都是4座型的装备，然后这个量体真的非常重要。我中间摄影师还记得我想要换成那个枪，那一拿上去整个就虚掉然后最后你看，在某一个平行时空的世界里，夏亚跟娜拉都还活着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买水果买生活用品，是不是？平凡健康就是福。这件作品呢，就是讲述着在某一个时空里面，拉拉跟夏亚他们是有着一个幸福的未来，而不是拉拉被阿姆罗杀死的那个世界。大概这件作品就是这个样子。那作品名叫做《重逢》。那除了夏亚跟娜拉重逢，那也是我小江会做模型的那个小江，终于跟大家重逢了。那下一次再跟大家重逢，应该就是多久之后？1年。我以为5年呢。反正就会开始认真做模型了。那接下来我们给我们这个辛苦的摄影师香博简单的采访，不知道他从这个作品开始记录的那一刻，一直到作品结束的时候，他是什么心情？毕竟他从来没有看过我做模型。那我们现在就欢迎我们的香博。自己拿椅子啊。哇，辛苦了真的，我觉得真的是也有一点感动，有点感动。从我刚进公司，现在到这已经是第3年，第3年了，差不多是第3年。对，然后第一次看到他做，应该也不是说到第一次看到这么认真的在做，然后没有烂尾。所以让我先问你几个阶段性的问题。一开始我叫你去我那边拍的时候，你的第一个心情是什么？其实我当时是觉得，我没有觉得他会烂尾，但我就觉得小江老师可能好像要认真的，但是就觉得他可能会因为他平常工作太多事情，然后可能会没办法玩。简单说还是觉得我会烂尾。毕竟你是见证整件作品完成的那个人就是说你有看到我们从人从炮从断掉，然后从这些东西一直长出来，然后包括这些宇宙阿巴瓦空，那你看到这些东西长出来的那个过程，不知道从你只是模型宿主的这种新手的角度看到这些东西这样长出来，你有什么想法？就是从一开始拍摄的时候，我就是觉得可能它就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工作，然后就是要花时间去拍摄，因为那时候小江老师就会可能6日就会说，你可不可以来一下，来个1-2个小时一下这样子。然后我也觉得，因为那时候我当时一开始心态是工作，但是到后面的心态会觉得，我觉得我想要陪小江老师一起完成。大概是这样。就我觉得很会讲就是觉得想要看到他完成一次这么厉害的作品，开始有点期待他会是什么东西。对，大概心态是慢慢转变成这样子。
然后一开始我就忘记是从哪边开始了，反正就是那时候当时在改这个地台，然后改短，就是做一些他小江老师平常就是很会做的事情，但是就会觉得哇，这40几天真的可以做得完吗？就觉得有点难，然后还要我们拍片，其实都会花时间。对，整体来说，其实他花的时间是更多的。其实到中间的时候，我一直很期待想要看到就是现在站起来的样子。对，所以现在看到就觉得真的是很厉害。那时候我就一直跟小江老师说，真的很想要看你完成一切。对对对，我记得差不多在中间的时候，他开始说，他有跟我讲一句话，他说我现在已经入戏了。那我就问他说，那如果我现在停了会怎么样？就会觉得有点可惜这样子。你不会想说干这什么老板？不会，这个老板是非常好的。我那时候的想法是，看如果我这样晃点我的摄影师的话，晃点大家的话，可能这个频道就真的要关掉。对啊，好，所以最后真的是谢谢大家哈的监督与督促，还有就是各位的存在哈，让我逼不得已哈，必须在这40几天完成这个作品。那最后啦，好，就是反正前面开头有，中间你参与的过程也有，那最后你看到这件作品，讲一下你简单的一个感受吧，就是最终完成的这个样子。对，从一开始的紧汤和打磨到慢慢上色，其实那时候过程一路上就一直很想陪着他一起完成。对，这个是我一直以来就是在这拍摄的心态这样。然后到就是小张老师会问我一些，你觉得这样好不好看？因为毕竟我们就是在模型界偏外行，对。但是就是我们会想说去看到一个美的东西，第一直觉会觉得怎么样？对，那时候我就觉得这样子呈现是很厉害的。我就一直跟小张老师说，这个小人这样放上去，这个夺冠了，冠军了，对吧？就是整体的配色就是。你看明度就在这边哦，我就觉得这个非常好，很感动，对吧？就觉得可以，都值得了啦。好，现在大家可以看到这部片哈，就是我们辛苦的工作团队，然后香博也参与全程，哈，真的是值得给我们的这个工作团队一个好好的鼓励啊，哈。那最后呢，就是我相信很多朋友包含摄影师啊，大家都会想说，这个作品到底会不会得奖？或者是说到底会不会有名次？那我先讲一个我自己的心得。我觉得，当我们规划一个作品，然后呢，你脑海里面有一个东西要做，那我们去把它做出来。在这个过程里面遇到的所有的困难，我们把它解决了。那个真的很困难哦。你看提这个炮提不动，然后做那个小人会断，然后改这个机体，那个接骨骼这么大只然后我们要把它改成像萨克这么小只。然后锯这个板子接起来，这个钢球掉不知道掉几次，然后那个板子的接缝超大的，还有折这个铜棒全部都是问题。我叫阿志买地球就买一颗蓝色的塑胶球，这之后再跟大家讲，然后就变阿巴瓦空了。贴心蓝色的。简单来说，就是我们这样子做完就是赢。我觉得做完自己心目中的那个作品，你就赢了过去的自己。我们挑战了各种不可能，所以我觉得这一次 GBWC 有交件的朋友你们都赢了，因为你做出了你心目中的那个东西。那还有下一集，因为这集太长了，下一集我们就会针对比较是技术含量的。这一次是完整的纪录片，所以一定很长很辛苦，大家也看得很辛苦，我们尽可能让你看得很爽。但是下一次呢，我们就会针对这些技法上的运用来做一个说明。那我们就下次见啦，拜拜。小江老师，你没有入围呢。很多人呢都会以为这个比赛交件以后，评选完没有入围，这件赛事就结束。但是对我来说这个比赛永远都是跟自己比，你如何检讨这个作品，然后如何让这件作品更好，找出这个原因，然后并且去修正它，然后下一次我们再做出比这个修正完的作品更厉害的作品再去比赛就好了。所以这次没有入围，就赶快做下一件作品，或者是检讨修正它，然后我们赶快调整心态，进入下一次的备战，不要一直活在那个悲伤里面。而且这个讲到悲伤我昨天看新闻真的看到这个
眼眶泛泪啊！就是这个花莲的灾情啊，实在是太严重了，太严重了。就是我希望在有时候看我们这一集影片的观众啊，如果你有钱哦，有500、5000、5万啊，如果你能捐50万也可以啊。有一些企业主真的可以捐这么多。那如果我们可以捐钱，就捐钱。那如果我们不能捐钱哈，我们就出力。他们现在很需要那个人力，去把这个污泥清干净。像我看到小明老师，他已经买车票出发。那我也看到风霸的这个我们漂亮的小姐姐，她捐了很多那个清洁的这个机器，现在就缺人缺钱。那真的拜托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那所以你看，像这种我们做好作品没有入围这种事就不用太难过了。我们还有这个好好的人坐在这里，还可以这样去创作它，都已经很幸福。那真的啦，这个灾情严重，大家去帮忙一下。拜拜。不要看是火车肉肉。干，不行。